同情是道德的基础。人类幸福的两大敌人是痛苦和无聊。有才能者射中别人射不中的目标，天才射中别人看不见的目标。所有真理都经历3个阶段：首先，它被嘲笑；其次，它遭到激烈反对；第三，它被接受为不证自明的事实。生活是一门收支无法抵消的生意。最大的愚蠢是为了其他任何形式的幸福而牺牲健康。每个人都把自己视野的界限当作世界的界限。荣誉意味着一个人并不出类拔萃，而名声则意味着他出类拔萃。唯有变化是永恒的、不息的、不朽的。睡眠是我们必须为死亡时收回的资本所支付的利息，利率越高，支付越频繁，赎回日期越延后。要想知道你对某人的真实看法，判断你初次看到他们来信时的印象。一个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但不能想要他想要的。我们几乎所有的忧愁都源于与其他人的关系。人生的晚年就像化妆舞会的结束，人们摘下了面具。一个人自身越丰富，他对他人的要求就越少。结婚意味着权力减半，责任加倍。我们越是思考过去和未来，就越错过当下。幸福属于那些自给自足的人，因为所有外在幸福的来源本质上都非常不确定、不稳定、短暂且受机遇影响。天才是背离了其宿命的智慧。阻止人们发现真理的，不是事物的虚假表象，也不是推理能力的薄弱，而是先入为主的观点和偏见。伟大的心灵之于他们所处的短暂时光，犹如伟大建筑之于他们所立之小广场，他们高耸其上。记住，一旦翻过山坡，你就会开始加速。死后，你将回到出生前的状态。为愚人写作的人总是拥有大量的读者。在自己内心找到幸福是困难的，但在其他地方找它则是不可能的。幸福是一种幻觉，是一种没有痛苦的幻觉。健康并非一切，但没有健康，其他一切都是虚无。不阅读的艺术非常重要，它在于不对任何可能在任何特定时间吸引大众注意的事物感兴趣。一个人只有在独处时才能做他自己。使一个人摆脱错误相当于给予，而非夺走。讨好所有人越多，就越难深刻地取悦任何人。新观点总是被怀疑，并通常遭到反对、无他，只因为它们不常见。毫无疑问，生命赋予我们，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战胜它，克服它。我们所有知识和学问的基础是难以解释的。我们很少想到我们拥有什么，却总是想到我们缺少什么。在我们的早年青春里，我们面对着未来的生活，就像孩子们坐在剧院的帷幕前，快乐而紧张地期待着即将出现的一切。感受嫉妒是人之常情，品味幸灾乐祸则是魔鬼的行为。人类心智的最伟大成就，通常都会受到怀疑。荣誉不在于赢得，而在于不失去。幽默感是人类唯一的神圣品质。礼貌之于人性，犹如温暖之于蜡。生活中的困难在于选择。噪音是所有形式的干扰中最无力的。
它不仅是一种中断，也是一种思维的破坏。普通人只想着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有才能的人试图利用它。意志力对于心灵就像一个强壮的盲人，他肩膀上背着一个能看见的跛脚人。我们可以将自己的生活视为在虚无的幸福安宁中一段无用的扰乱的插曲。书籍是在孤独中写作，也在孤独中阅读的。智者总是说相同的话，而愚者即大多数人总是做相反的事。高度的智力倾向于使人不善交际。最大的错误是不断生活在恐惧中，担心自己会犯错。独自生活是所有伟大灵魂的命运。痛苦是真理的试金石，它是唯一的试金石。为了与其他人相似，我们放弃了自己3%的本性。你拥有的超过你需要的东西越多，负担就越大。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道德的基础不应依赖神话或任何权威，以免对神话或权威合法性的怀疑危及正确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天才的生活只比疯狂高一层。克服困难就是体验生存的全部乐趣。就像一个最大的图书馆，如果安排得不好，也不如一个非常适中但安排得很好的图书馆有用。再多的知识，如果没有经过我们自己的思考，其价值也远不如一本经过充分琢磨的小册子。每一次离别都预示着死亡，每一次重逢又预示着复活。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请留言告诉我们，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会。